近期，菲总统杜特尔特数次发声，对国内反华势力进行警告。上周，杜特尔特推出了更加严厉的措施，要求内阁成员不要公开谈南海问题。而就在同时，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6次会议本周五举行。分析认为，这有助于中菲增信事宜，让对话产生出更多实质性成果。同时呢，也能极大地抑制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说三道四的冲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向深圳卫视记者证实，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6次会议周五以视频形式召开。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伊丽莎白将分别率两国外交、国防、自然资源、农业、生态环境等部门代表与会。双方将就当前南海形势及两国间涉海问题交换意见，探讨进一步拓展在海上搜救、海洋渔业、海洋生态环保与科研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菲律宾于2017年建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旨在探讨建立信任措施及促进海上安全与合作。分析认为，中菲两国此时召开南海磋商，可以有效增信事宜、澄清事实、管控局势，避免中国渔船在牛轭礁避风事件复杂化、尖锐化。只要是双方坐在一起谈，就会取得成果。就是从最底线的这个角度，双方沟通一下，就是知道彼此的立场，哪怕是不同的立场，这也是一个进步。所以这就是谈判的本身的一个规律所在。近期受菲律宾军方、媒体和国内亲美人士的挑拨，菲律宾的反华情绪升温，总统杜特尔特已数次发声灭火。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本周一晚播出的谈话中表示，他已经指示内阁成员不要公开讨论南海问题，涉华问题的讨论将在内部进行，以后相关问题将由总统发言人洛克统一对外表态。路透社随后就报道称，杜特尔特就南海问题下达封口令，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菲律宾2022年将举行总统大选，反对派近期极力炒作南海问题。非内阁部长包括杜特尔特在该问题上表态相互矛盾，不利于酝酿选举氛围。按照菲律宾宪法规定，杜特尔特的任期将于2022年5月底结束，不可连任。菲律宾民调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27%的受访者支持杜特尔特的长女、非第3大城市达沃市市长莎拉·杜特尔特成为下届总统，在可能参选者中名列前茅。杜特尔特在下达南海问题封口令前，咨询了前参议长恩里莱的意见。恩里莱呼吁杜特尔特继续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化解菲中南海争端。他强调，如果菲律宾继续就南海问题同中国对抗，结果会损失更多。菲律宾需要避免激怒中国。在听取恩里莱的意见之后，杜特尔特再次表示，他不愿因南海问题破坏菲中关系。那很明显，不是说每个不管是这种反对势力也好，还是民粹也好，它并不一定代表一个国家的利益。就是他可能形式上看着很爱国，但他不一定代表一个国家的利益。所以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他肯定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从整个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出发来做出这种禁令的。从今年3月下旬开始，菲律宾军方和外交部一再炒作中国渔船聚集牛轭礁事件，亲美人士趁机抨击杜特尔特对中国的立场过于软弱，强迫杜特尔特硬起来。杜特尔特5月6号称，2016年的南海仲裁判决就是废纸一张，可以扔进垃圾桶，遭到了来自反对派的攻击。5月14号，杜特尔特又说，即使中国杀了他，他也不会将菲律宾船只从争议海域撤出。菲律宾国内反对派正寻找一切可能的抓手，攻击杜特尔特执政联盟。经济、国内抗疫防疫不力，试图终结非美访问部队协议等，都是他们借以大做文章的话题。炒作南海问题也是导独派必然使用的一招。但菲律宾国内也有人预计，随着政府加快推进疫苗接种，随后放宽限制振兴经济，在目前反对派没有强大候选人的情况下，挺独派竞争者渴望胜选，中菲关系也会保持良性发展。所以实际上这种反对派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是主要是来自2部分，一部分就是本国的这些民粹主义者，这在哪个国家都不缺；另一部分呢，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定下了这个政策，要拉拢周边的国家，遏制中国。那么肯定也有一些人，就是他们拉拢的这些势力。除了菲律宾国内亲美排山洞，域外大国也在推波助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19号也在炒作南海议题。拜登周3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声称，中俄等国正在寻求加强对北极及南海的控制，美国必须捍卫北极和南海航道开放和安全。
早在2020年10月23号，时任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一份声明中称，要在西太平洋设立海岸警卫队巡逻基地，部署新一代快速反应巡逻舰，在南海制衡中国船只的行动。2019年1月，美国海岸警卫队陆续派出博索夫号、斯特拉顿号和梅隆号轮流部署在西太平洋，接受第7舰队指挥。期间多次单独或半行海军舰艇穿越南海和台湾海峡，也曾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海上执法力量进行联合演习。隶属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巡逻机也于2020年6月短期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严研就指出，美国海岸警卫队打着渔业执法合作的旗号，以新的手法介入南海事务，对冲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固有权利和主张，仍然可能成为今后美国政府南海政策的重要选项。严严还指出，美国若想通过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的活动对抗中国在南海的维权活动，其可能的途径是通过与沿岸国家或者地区签署协议的方式开展海上执法活动。例如，今年3月，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驻美国代表处签署的海巡合作备忘录就是一个重要信号。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中国与菲律宾今天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6次会议，外界对此广泛关注。您对此有何观察？这一次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它聚焦的是南海问题。现在呢，南海又是热点，或者至少说，南海已经被某些个势力、某些个舆论，乃至某些个域外国家炒作成了人为的热点。我们也知道，涉及到南海问题，现在呢有2个并行的系统。一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域内国家推进多年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那么这是多边。王毅今年在两会记者会上就明确表态，要排除干扰，推进磋商，力争呢尽快达成符合各方需要、更加具有实质内容、更加行之有效的地区的规则。那么另一个呢，就是类似中非磋商机制这样的双边的安排。那么可以断言，只要这2套系统它们能够稳定运行，那么王毅所说的力争尽快能够如期实现，那么凝聚区内国家共识的共同行为准则，包括此前业已达成的南海行为宣言以及常态化运行的双边磋商机制，那么这些呢都会成为确保南海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南海本无事，但是呢，南海近来为什么会成为了人为的一个热点呢？因为出现了新情况，有域外国家在强行的搅局，并且伴有一系列的实锤的动作，而且呢，至少在某些个域内国家也已经出现了回响，乃至是呼应。拜登周3在一场演说中也特别拿南海说事，声称美国必须捍卫南海航道，这也是美方搅局南海的实质行动吧？美方意图何在？拜登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这个表态，被美国媒体渲染为所谓 First Commencement Address， 是总统任内的首场毕业典礼演说。美方当然有呼应，有动作来做铺垫。那么几乎与拜登的演说同步，美舰威尔伯号在穿越台湾海峡之后，又非法闯入西沙附近的海域。南部战区发言人在谴责美军行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迫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同时，也特别批评了美方搞航行霸权加舆论误导、混合操控的一贯伎俩。那么，美国总统的最新表态，包括美军第7舰队针对南部战区发言人声明的回应指责，那么这显然也都是美方所谓旨在搅南海浑水的混合操控。那么再举一个眼前的例子，预定6月4号起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昨天在最后一刻由主办方宣布取消。但是呢，早在这个月初，五角大楼就已经宣布，防长奥斯汀将会参加相会。奥斯汀本人他也在5月4号发推声称，将会利用对东南亚的首次访问来聚焦所谓的印太安全挑战。那么舆论一个普遍的解读就是，包括美国媒体的提前造势都在强调说，南海正是奥斯汀眼里的最大挑战。英刊《经济学人》上月呢一期封面将台海称作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那么这当然是英刊的一个炒作，但是呢，马上就有美国媒体跳出来质疑，说南海才是更加危险之地。那么这明显就是要误导舆论的所谓信息操控的实锤。拜登上台之后一直在喊美国回来了，
在推进所谓的联盟战略，在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聚焦南海、搅局南海，甚至是滋事南海。美方呢，就是将它作为政策推手来应用的。所以啊，即使这一次奥斯汀他开不了相会，看不到南海，但是呢，美军以军事同盟为名来呼朋唤友，在南海方向的这个动作一定少不了。那么，美方搅南海浑水的这套所谓混合操控，会不会在区内得逞呢？混合操控，它的目的在于操控，是将南海问题作为服务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一个政策工具。打南海牌，搞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当然并不是因为美国关心航行自由，美国真正关心的是自身的战略利益。混合操控能不能得逞，取决于操控者他的这一套行动和话术能不能忽悠成功。归根结底，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他在区内能不能取信于人？我注意到菲律宾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已经用他和美军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做出了回答：美国不可信。而且呢，他是在与菲律宾总统的对谈中明确告诉对方的。那么就在本周一晚的黄金时段，菲律宾电视观众看到了一段前防长恩里莱和总统杜特尔特的预录的对话。恩里莱啊，他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时代的防长，后来呢也做过菲律宾参议院的这个主席。他呢是菲律宾政坛大佬级的人物，他被杜特尔特请来咨询南海话题，恩里莱就明确告诉对方，一旦菲律宾和中方爆发冲突，绝对别指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这被不少菲律宾媒体做进了大标题。恩里莱讲了一段让很多菲律宾人都大跌眼镜的亲身经历。1970年代，他当防长时曾经和时任总统马克思一道向驻菲美军求购美国军火，但是呢遭到拒绝。而马克思呢，他可是被公认是菲律宾史上最亲美的总统之一。他下台流亡呢，也是乘美军的飞机逃离菲律宾。所以恩里莱就明确告诉杜特尔特，以我作为防长的亲身经历，我们在重大安全问题上呢，绝不能指望美国。菲律宾总统他是如何回应的呢？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的这个大标题是这样表述的：在听取恩里莱的建议之后，杜特尔特明确表示，他将会无视国内对他的南海政策的批评之声。我认为这也是杜特尔特他敢于对内阁成员就南海问题下达收口令的一个底气所在。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